哇，这个地方不错，已经在开了，马自达。哇！哇！天哪！哇，这感觉很好哎！我的天哪！不是，这啥意思？你要干嘛？实验2，枕叶实验，可以只通过视觉反馈遥控驾驶真车吗？第2个实验主要聚焦枕叶部分，它是大脑的5叶之一，主要负责处理视觉信息。在普通的驾驶场景中，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视觉、听觉、路感反馈等一系列感官共同作用，从而完成驾驶行为。卡丁车的这个弯道真的和普通的弯道不一样哎。是啊，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卡丁车的这个车道上开真车。其实主要是车好开，这辆车啊有这个 GTC Plus， 能在路弯和出弯的时候帮助你提升驾驶感，而且呢它操控性也很精准。我现在感觉我已经人马合一车合一了。但如果只通过视觉，是否能够正常驾驶呢？长安马自达为成员们提供了这样的一套测试系统，通过屏幕遥控来操控真实赛车。天哪，我这都不敢开了，我怎么觉得？我们今天会有专门的安全员帮助大家一起去完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接下来我们要上去玩2圈，感受一下。我们之前测试的成绩是3分钟，然后你们可以挑战一下这个成绩。我现在开始了。可以开始，它跟正常车是一样的，油门刹车。那我们是看哪一个屏幕为准呢？这个是车内视角左边的，然后这个是车外的那个路况的视角，然后你们看自己看哪个比较习惯。我来了啊！现在不敢给油。你可以给，直线的时候可以给油。它真的有点可怕。你慢慢适应一下，慢慢适应。然后到了那边旗杆的时候，你就收油。对，可以转，再转，转，转，对，不要打太多，它跟实车不太一样。对对对，再回来一些，好，再继续走。哎，它开得很好哎。其实这样看车还挺快的，在那个弯道里，你看这转弯的时候，哇，你能想象里面没有人吗？就是几分钟了？1分45秒。最后一个弯，哇，这样看感觉很神奇，没有驾驶员。对，这是第一次。你看 ，OK， 停。好，2分26秒。这样吧，一个人开一段，大家都感受感受吧。好啊，好啊，好啊。这个最快能到多少？15。哇，真是快，很快，战哥，我开得很快了。其实现在才到21，是左拐。对对对。哇，飞宇开得这么稳啊！我放油门的脚要抽筋了。回来了，回来了。好。好。哇，真的好厉害啊！我们这些专业的测试都3分钟。实验结束，成员们只通过视觉完成了汽车的遥控驾驶，成功的控制了大脑。这挺过瘾。哇，这有点意思哎。哎呀，这么刺激的游戏，让我们来一瓶小宇宙啊哈双味气泡水，零糖零卡零脂肪，好喝到冒泡。下面一个干嘛？气球爆炸，走吧走吧 ，Let's go。到了。哎，这是什么？是一个篮球场。我们要做一个气球实验。哇哦！哇哦！哇，这个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小的实验啊。你好，你好，老师你好，好，欢迎欢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哦哦，你好你好。怎么今天
说到这么正式啊。没，这是我主要是给你们保驾护航一下。谢谢。啊，然后听他们讲，你们已经是上午有过一些实验了。对，已经做了一个实验了。关于听力的。对，学习到了。对，所以我们下一节就是大概要进行这种间脑的功能的一个测试。间脑啊。第3个实验主要聚焦间脑部分，它位于2大脑半球之间，负责人体大部分的下意识反应，比如受到惊吓时的应激反应。这种反应主要表现为使躯体做好逃避或战斗的准备。大部分个体表现为逃避，少部分个体表现为战斗。他们受到惊吓的影响要更小一些，而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警员等可以较好地控制这种本能反应。今天，成员们将测试在气球爆炸后是否可以不受影响地按下身前发光的按钮，用时更少的成员能更好地控制大脑。那我们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会请到一个嘉宾，是我们的前特战队员啊，我们有请。我们这个实验都需要特战队员啊，需要特战队员为你们保驾护航。哦，老师，你好，谢谢。啊，大家好啊，我是之前刚退役的特战队员啊，我叫于少聪，今年23岁。98年。对，98年。怎么98年？我是94的。为什么请特战队员？因为特战队员在某种特别紧张的场合下，他的下意识的动作可能会保护他自己，也可能会救别人。所以下意识的动作的训练非常的重要，这也就反映我们这个间脑的功能啊。所以接下来就由他给大家做一些演示示范。来，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好，来。哎呦，这个看起来真的，哇，好吓人！这个真的很可怕。这个我真的不敢玩，这真有点吓人。这就是最煎熬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等它再爆。这么大。好了，可以了，我们来看演示。啊，来了！啊！我的妈呀！哇，这个真的是不是？主要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真的是爆之前不会给我们倒计时，不会给你提示。如果提示，我们就没有办法考验我们间脑的下意识了。但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太长了？这很折磨人。对。好，我们看一下，哇，1.23秒。我去。好，我们重放一下，您看一下。因为它前面有一个灯是亮的，它要判断那个亮的灯，然后去把它。它好快啊！对，它很快的。哇，真是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崩着了，给我。好，大家看一下时间，它从降落之后到拍1.23秒嘛。那我们正常的男人的速度一般是1.3。男人的速度。不是，那如果什么意思？1.3秒多的话，就不是男人了。然后女性是平均3秒。我可以到3秒，真的假的？那么这个我们测试的主要的就是一个战跟逃的这么一个主观意识。战跟逃，第一类是战斗型的，第二类是逃避型的。我们应该都是第2类的。就是如果你是男性，你超过1.3秒就是逃避性的。相对而言，相对而言，我们4位男士压力真的非常大。我们这2类其实都没有说哪一类好或者哪一类不好，因为你是一个逃避类型的话，说明我们更善于自我保护。Mr. 逃避。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对不对？肯定是，我不用试了。哎，我来吧，来吧，来吧。老师，我们一个个来可以吗？可以2个一起来的，没关系的。但如果他的那个气球影响到我的那个，就变成我是逃避型了。那不一定的，也许你的内心性格就是一个战斗型，我相信你。他很在意自己是不是逃避型这个问题。来吧。还放派。首先，我觉得我们上来就不是逃避型了。对呀，那就证明了。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哎呦，我觉得，你觉得可以？我们做到了。来个合掌。勇敢型人格。充气。不要跑，不要跑。你充气就充气，怎么这么突然呢？我来给你条金号毛巾，童年西海。来，加油，加油，加油！我可以参加摄影组吗，老师们？哎呀，你先逃避型啊！我不行，是不是逃避型啊？太吓人了！我跟你说，这气球冲起来太吓人了。怎么了？你还没下去呢。这么大，我真的不敢。你来吧，国超，你来。哎，怎么这个时候就叫我了呢？我不敢，我真不敢，我真不敢。啊，就可以趴在上面等待了。这个气球的大小、爆破我们都测试过了，没有问题。好，加油，加油！那只是一个测试而已，真的没关系。我宁愿上过山车，我现在。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充气儿有点多，感觉我现在有点睁不开眼睛，不是？没有，我们充的是一样的，一样的。我这样行了吗？可以，可以了，可以。好，做好准备啊！优秀，非常非常好的1秒31，因为我们在队员是刚刚是1秒21，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还是逃避的人。就大勋只字没提你这个1.62秒。我这1.62什么意思呢？人家就1.62也很好，1.62也很好。1.6是逃避中里面最逃避的人。我可以再看一次吗？你可以截个表情包出来，我觉得。你跟他一比，你好狼狈啊，大勋哥。其实加尔可以更快。因为这个灯对骚扰了我的视线，对，它真的可以更快。你相不相信我可以1秒内完成？我跟你说，如果不拍摄的话，我连1秒都用不到。哎，为什么有火呀？火星啊，真的有火？为什么呀？我们是用电来引爆这2个气球的，通过电压为3伏的电池启动压电装置。这个空气分子的运动轨迹呢，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电火花啊。你们放心，这是很安全的。啊，你们仨快点，谁弄？就是只是声音害怕而已。对，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恐怖就是在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就没事，你就耐心的等，它就爆了。加油，加油！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就马上了。金号毛巾的老板在看。李总，
现在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的，但其实大脑根本就没控制到我们身体，让我们上去。那我来控制你吧，我控制你身体，我也可以控制你的身体。大脑控制不了了，瘫了。啊！加油，加油，加油！精神点，精神点，这是什么？加油，加油，加油！你看一眼。啊！趴着，给我，给我趴着。哎，好，重启完成了。哎，下轮上了，我向下面看去。哎，你别逼我，我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上，往上趴呀！啊！你看看国超趴那么长时间，救救他吧！趴好几分钟了，疼死了！太难熬了。好，非常完美，非常勇敢啊！好，集中精神。哇塞！哇，很快，你真的很哇塞！来，我们看一下回放来。我是因为体重轻，所以我落得慢吗？但算很快了。你的飞羽其实一步就到了。像我最慢，上吧，来吧。还有谁？不就还有我了吗？对。我觉得你想再玩一次。没事啊，我一个也可以啊。好吧。是不是拖鞋会更好一点？拖鞋更好，是不是？对。我腿都软了。哎，加森很享受哎，你等会儿再多来几次。没事，够了，2次已经真的人生中能尝试这个东西已经够了。没事儿。为什么我？所以你们这个节目没有女嘉宾是这个原因吗？有过一个，但他那是。为什么我的突然之间这么大？太大了！哎，我的会不会有点太大？强儿，你这太大了。来吧。你比他轻，没问题。哎，不是，我离那个真的好远。你相不相信我可以1秒内完成？你相不相信我可以1秒内完成？
测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就是你已经在3秒以内了，已经很好了。大家看一下。不是，我主要是我落地的时候落得太实了。哎呀，我。来，成绩看一下啊。完了，我这最慢了。你差一点都没超过我呀。还好，这是一种暴露性的意志。就当我们去面对这种暴露性意志和这种训练的时候，就可以克服我们下意识这个反应的这么一个缩短时间啊。所以我们这位优秀的嘉宾呢，第2次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到，啊，非常优秀的突破。啊，我相信几位嘉宾也想再尝试一下，看看会不会提高这个。没有人想再尝试。我觉得这成绩，其实大勋老师特别想，我没有，就逃避就逃避吧。你一会儿第2次的时候肯定比这个成绩更好。我们已经知足了，老师。因为我现在这成绩太低了，我就有点。大勋哥好像，你甘心吗？我不甘心。那呀，那就可能要挑战。谁跟我一起呢？可以单人啊。佳儿，你再提高一点，我觉得你那成绩还能提高。我跟你说，就是倒数后2名男的，跟我去，看看是谁啊？就咱俩。来吧，再来一次。哎呀，大勋啊！算了吧，要不然，算了吧，要不然，我觉得可以了。你把我薅上来之后，你就说算了。你刚刚是怎么推我的？给我趴下，趴着，给我。飞宇趴着，飞宇给我趴着，给我趴下，给我趴下。别，不许走啊！不许走！万一我这次成绩不如上一次怎么办？你要相信自己。这一次成绩一定比上一次好，加油啊！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哎，人怎么下来了？我不做了，为啥？因为他有残次品的几率太高了。孩子们都在看呢。等我吹起来，我得上去。吹起来，孩子们吹起来，孩子们。来吧，来吧。孩子们。等会儿啊。1.3秒多的话就不是男人。你甘心吗？我不甘心。我们4位男士压力真的非常大。挑战性、逃避性，还好，没丢人。破纪录了，破纪录了。啊，但是比刚才好很多了。哎，经过暴露性的意志训练，还是非常完美的达到了一个战斗型的一个性格，非常棒。几位嘉宾表现的都特别的理想，特别好。其实我们这一轮的实验结论就是要回答一个谁能更好的控制大脑在受到惊吓时不被影响，所以毫无疑问应该选佳儿。
在受到惊吓时不被影响。